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来更新一下2605跟960的战况。距离开关卡已经经过了5天的时间，地图保持不变。OK， 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个影片再见。OK， 开玩笑而已，各位不要激动啊。OK， 确实这几天是真的没有变动，但是我收集到了一些报告可以分享给大家看。那在开始之前呢，我看到讨论区有人说2605是地鼠王国，嘲笑2605只会做地鼠。其实严格来讲，做地鼠也是一个策略来的，并且已经讲过了，他们的计划本来就是不想要跟960打野仗的，所以他们做地鼠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之前的影片就已经讲过了，那个是属于他们的做法。那960的做法就是不开集结、不消耗兵力，也是他们的战术。所以我认为在双方的战术上面，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必要吵。大家轻松一点啦，这个只是游戏而已。不过看到评论区下面那个 Chisco 就有讲到，他们烧960的旗帜比960烧他们的旗帜更多。讲到这一点，其实他有很多话呢，我都是不认可的。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认可，因为确实有好几次960的旗帜就是被他们的部队围殴到起火，不过也只是起火而已，旗帜并没有被摧毁，所以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那个旗帜并没有被摧毁掉而已。不过我相信之后他应该会讲，哎呀，我们都有在进攻960的旗帜，他们都没有在进攻我们旗帜。我已经想到他之后要讲什么东西了。不管怎样，今天呢主要内容是要分享报告给大家看，所以我们直接看报告。那这个就是我所讲的960真的是 Dead Kingdom 了，居然让旗帜被人家围爆了。我确实也很佩服 Yoda 跟 Fluffy Pony， 他们这两个呢是真的一直在围旗帜，很夸张。一般他只要看到旗帜附近没有什么人走出来呢，他就会跑过来围殴了。那其实严格来讲Yoda 他的报告呢不算是特别难看，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不过还是一样属于比较亏。但是我相信身为有10亿战力的玩家Yoda呢，他应该是不在乎不在乎自己到底阵亡多少兵了，并且我从这两位的部队数量来看，他们的水晶科技应该是提升到差不多了，不过应该是没有到围殴科技的，所以他们这里比较亏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否则像960这个旗帜是完全没有补兵的情况下，他们围殴的话其实可以赚的。这个报告更加证实了960就是 Dead Kingdom， 他妈的就连补兵旗帜都会爆掉。各位不要激动啊，我开玩笑而已啊，毕竟像现在的情况这样，又没有打仗，要整天看着那个旗帜有没有被围殴，其实很难守的。也是一样的情况，对面2605的大佬直接跑过来围殴旗帜，尽管960的旗帜是已经被燃烧了，不过报告还是有赚。然后这边围殴的报告你们可以作为参考一下，其实有一些部队用来围殴旗帜其实出来效果并不是很好啊，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不过一方面也是要考虑到军器跟装备的问题。那这个报告其实有补兵啊，但是最后补不起来，差一点点就要被烧了。不过也还好有补兵的关系啊，所以还不至于报告这么难看。对面就派出了3位大佬来围殴旗帜。对面也是有开集结过来，基本上是没有围殴他们的集结，你们可以作为参考。他们所使用的集结统帅是亚速巴尼巴搭配亨利，然后驻防方是哥哥搭配菠萝头。报告是有赚一点点的，然后集结方后面是没有人补兵，最后解散了。960这里也是有开集结，用的是刘彻搭配阿提拉打对方的哥哥搭配阿提拉。这份报告打了2分钟，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下面剩下的部队剩下75万而已，也就是说他们集结补不起来，所以最后选择解散了。集结补兵补的不是很好，如果补得起来，报告应该可以更赚才对。这份报告也是给大家做参考了，就是普攻统帅对上普攻统帅，重击伤害对上重击统帅，打出来报告会变成怎样？不过显然看到驻防方的争议其实还蛮不错的。然后960开了骑兵的集结去攻打对面的步兵驻防，
不过这份报告的集结就有一点点小亏，主要是后面没有人补兵的关系，你们看到剩下55万而已。严格来讲，老王的装备争议呢，其实也不差的，就是因为后面没有人补的关系，所以报告出来的效果就变成这样。不过看整体报告后面加上围殴呢，其实还是有赚的。接下来换2605开的集结，用阿提拉搭配绿头来做集结，主方用戈尔戈搭配菠萝头。不过对方解散比较快一点啊，他们80多万的时候就已经解散了。从争议上看下来，他的争议其实还 OK 啊，不过报告出来不太好看。这一份报告打了7分钟左右，是有持续在补兵的集结。中途对方有开个反击节，整体报告是赚了。先看看进攻驻防的报告，阵亡跟轻伤的兵数会比较多。我个人感觉这个集结好像也是一般般而已，也不太行。或许他把吉尔加梅什换成亚速巴尼巴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像对方他们用的是戈尔戈搭配阿提拉，其实用吉尔加梅什没有什么作用。假设对方的驻防是芝诺比亚驻防的话，可能吉尔加梅什打出来的报告会比较好一点。然后下面都是一些 AOE 扫到的部队，都是有赚不少。不过中途对方有开一个反击节过来，不过看这里的兵数应该是被围殴掉的。还是一样的搭配，用刘彻搭配吉尔加梅什，阵亡数还是一样比较偏多，不过这一次的轻伤比较少了，击杀分数小赚一点点。不过搭配吉尔加梅什生命值提升很高哦，差不多要比对面的生命值多出1倍了。不过集结方的笔筒它其实有4个专属铭文了，可能打出来报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然后剩下那些全部都是被 AOE 扫到的，并不是围殴，所以整体报告会稍微赚一点。然后那个是对方直接围殴旗帜的，还好这个旗帜是守得住，他们来的有一点突然。不过这份报告驻防的还不错，所以赚的比较多。还是一样，对方围殴的部队都是那3位大佬。还是一样围殴报告，不过这份报告没有像上一份报告这么夸张啊，少了1倍的击杀。后来笔筒想要尝试不同的搭配，他是用查理马特搭配诸葛亮。那笔筒是邀请尤大开集结过来的，没有想到尤大他是接受了邀请，其实他人还蛮好的。
他就真的开了一个亨利搭配绿头的集结过来。不过2605后面没有补兵的关系所以会小亏一点点。而且犹大解散的时间太慢了，他解散的时候还有26万部队而已。后来犹大更换了集结统帅，用亨利搭配亚述巴尼拔，显然的效果是比刚刚用亨利搭配绿头还要更好。后来犹大又换了搭配，他用亨利搭配诸葛亮。不过也因为犹大这一次更换了诸葛亮的关系，其实他的 AOE 有扫到旁边的部队，所以他自己看的报告应该是不亏才对的。接下来换 Fafliponi 开的集结，不过他很早就解散了，还有剩下130多万的时候就解散了。不过他的报告亏了1倍我觉得应该是军器的问题他的军器可能没有像犹大这么好所以就比较亏一点。那这个是另外一面旗帜纠结驻防的，不过纠结的军器没有像笔筒这么夸张笔筒有4个专属铭文，纠结1个专属铭文都没有，所以他的报告就没有这么好看。不过犹大这里是用诸葛亮做主将，然后亚述巴尼拔做副将，他应该是想要先触发诸葛亮的 debuff 先了。不过用亚述巴尼拔做主将，他的天赋会比较好，多了一个工程天赋可以点，诸葛亮是通用，所以就没有办法点到。不过打出来的效果其实还不错啦。然后对方开了查士丁尼搭配诸葛亮开集结，集结方是亏了1倍左右，在剩下143万的时候就解散了。后来2605又换了搭配，用亚述巴尼拔搭配塔里克，出来的报告小亏那么一点点，不过还可以接受。不过我在之前看过960开了几个亚述巴尼拔搭配塔里克的集结，其实打出来报告还可以可能犹大这个报告没有补兵的关系，所以打出来就小亏那么一点点。我是觉得他们之后可能会尝试更多这个搭配。这个是今天最后一份报告。Fafliponi 把原本的查士丁尼诸葛亮换成查士丁尼亚述巴尼拔，虽然是有比刚刚搭配诸葛亮好一点点，不过报告还是亏了。以上就是我收到的所有集结、驻防还有围殴报告。不过这里还是要提一句犹大他本人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像豹哥之前约他单挑，还有加上这一次笔筒他做驻防邀请犹大来打呢，他都是接受的。而且基本上围殴旗帜呢，他都是第一个冲过来的，没有在犹豫的。不得不说犹大是真的很有大将之风。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